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泰瑞。最近一直没有更新，为什么呢？因为受刺激了。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网上看见了个智商检测链接，点进去做了40多分钟的题。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以为我智商挺高，至少120往上，140也不是不可能。最后出了结果。84，超越了14%的同龄人。最后这个测试还根据我的智商情况给我推荐了一些适合我从事的职业，有司机、前台、保育员、美容师、司机还他妈写2遍。助教、生产线工人、服务员等等。当然大家不要去找这种测试都是坑人的。比如我这个做了40多分钟的题，最后要充50块钱才能解锁查看评分。我一想，前面40多分钟的沉没成本都付出了，就把钱交了。最后我一想，会不会这个测试本身就是一道试题啊？你把钱交了，就说明这个智商不太高。还有就是前两天某书后台有一个女的给我私信说，问我最近要不要备孕，我说我是男的。反正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非常抑郁的这个思想状况，我决定身残志坚，负重前行，好好做节目。今天欢迎回到大家最喜欢的全球鬼楼巡礼系列，先讲第一个，广州成珠楼鬼娶亲事件。本期节目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妙界肩颈按摩仪的赞助播出。我刚出院就送来了热情关怀，比大家还惦记我更新。当然我没得病，住院是去体检去了，岁数大了要注意保养。说到保养，肩颈的健康就尤为重要。虽然前几次大家对销量不太满意，商务顶着很大的压力，但因为喜欢我的视频，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打工人都不容易啊，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看看它。而且年底了嘛，奖励犒劳一下自己，或者走亲戚送礼，选它也是不错的。8D 按摩头带来的人手抓揉，特别适合经常要久坐的人。我用了小半年，肩膀真的轻快很多，非常解压。要知道经常绷着肩膀，肩颈容易积着怨气，酸胀难受。万一发展成颈椎病进医院，身体遭老罪，花钱也是如流水。说到这个，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大家平时千万得多注意身体。它能按摩到肩周这一大块，上下把堵塞的经络给按通，比一些类似的按摩仪穴位抓得准得多，力道也和专业的按摩师傅也差不离。档位模式都能调，打游戏追剧能背着按肩，空闲时候拿来按腿按腰特别方便，浑身都能被按舒坦。而且它才1趟按摩店的钱就能照顾颈椎和身体，我用着感觉不错，效果实力确实也在线，所以又和大家推荐了一次。老样子，在评论区放好券了，还送运费险，大家试试，不喜欢能退不吃亏，而且是保价大促的，1年内质量问题也免费换，放心入手。成珠茶楼位于我国广东省广州市县海珠区，当年是广州开业最早、历史最悠久的茶楼，从1745年乾隆10年就已经出现了，饱经风霜，一直是当地居民最喜欢的茶楼之一。尤其是他们家的特色小凤饼，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然，成珠楼今天早已不复存在。1985年一场大火将这座拥有100年历史的茶楼付之一炬了。然而巧合的是，1984年，也就是大火的前一年，电影《雅马哈鱼档》曾在成珠楼取景，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座茶楼。这些影像也成为了成珠楼留给世界的最后画面。那么，一个100年的老字号茶楼是怎么成为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的呢？时间来到1985年10月9日夜晚7点，这天，成珠楼的3楼，一对新人正在举办婚礼，亲朋好友全部欢聚一堂。然而没曾想，婚礼进行到一半，突然有人惊声尖叫，着火了！原来底层通往2楼的木楼梯不知为何燃起了熊熊大火，大火瞬间吞噬了整个1楼、2楼，而3楼的客人们全部被堵在了2楼通往3楼的楼梯处。巧合的是，前一年的电影《雅马哈鱼档》的取景处正是2楼、3楼的楼梯以及整个3楼。
刹那间被堵在3楼的客人和员工只能冒险从3楼的窗外排水管逃生，甚至有人情急之下直接冒险跳楼摔成重伤，而一些动作慢的客人就被大火吞噬在了承珠楼3楼，最后造成8人死亡，24人受伤，而这场婚礼的新娘也在死者当中。当晚9点半，消防部门彻底扑灭了这场火灾。事后调查，承珠楼火灾的原因是当晚的电线短路。以上就是1985年广州承珠茶楼火灾的大致经过。然而，使承珠茶楼真正成为广州著名都市灵异传说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火灾发生的7天后的夜晚，彼时的广州已经没有了盛夏时的酷暑难耐，稍微降了一点点温度，让居民们夜晚还算好睡。可这夜里，树珠桥畔的居民不约而同地被一阵噪声吵醒，这声音听起来像是某种尖锐的利器在不停敲击地板一样刺耳。起初大家没有在意，但窗外似乎渐渐地响起了杂乱无序的脚步声，原本刺耳的噪声竟然成了曲调，就像是一个蹩脚的乐手在练习自己已经坏了很久的唢呐。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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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有好奇的居民打开窗户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呀，但是映入眼帘的一切瞬间让人脊背发凉，毛骨悚然。只见窗外已经像是蒙了一层窗纱般起了浓雾，在浓雾深处，一对身着迎亲服装的人僵硬呆滞地向前挪动着，一群人敲敲打打拿着乐器，身后还抬着一顶鲜红的大轿子，轿帘随风轻轻摆动，不时还能瞥见新娘做工精巧的婚鞋，只是那裸露出的脚踝是被火烧过的溃烂。迎亲队伍为首的几十人面孔十分清晰，一片漆黑的瞳孔和两腮上一抹的殷红，加之嘴角恐怖的狞笑，那分明是纸扎店的纸人啊！他们就像是空中有看不见的线在操控着一样，在向前行进。据说见到这个场景的附近居民多达100人，其中有居民因为过于害怕，不小心发出声音啊，迎亲队伍就会停下脚步，机械地转过头，用漆黑的瞳孔和诡异的笑冲向屋里的居民，引得一时间在树珠桥畔附近没有人敢天黑后出门，生怕自己撞见这个夜晚游荡的鬼迎亲队伍。之前咱们在聊中式恐怖的时候就说过大半夜小巷里出现穿红嫁衣的女人实在太过恐怖。尽管一些地区有晚上举办婚宴的习俗，但是没有人大晚上穿着红袍子闲逛的。而且此事发生的时间，大家一想，正好是承珠茶楼火灾的第7天这是头七很难不让人联想是死去的新娘余情未了，对新郎爱之深念之切，所有的执念都在头七这天汇成了一支迎亲队伍，去完成这场没有完成的婚礼。传说并没有到此结束。相传1年后，在新娘周年忌日这一天，新郎带着家人去已经烧毁的承珠楼门前烧纸钱祭奠新娘。就在大家都沉浸在哀伤中之时，已经烧毁的承珠楼上被人用力扔出一根碗口粗的木棍，啪！差点直接打在了新郎的额头上，但好在没有发生危险。以上就是承珠楼鬼娶亲的都市传说的大概情况。当年确实在广州民间流传甚广，附近居民一时人心惶惶，以至于流传到了今天。火灾之后的承珠楼装修中也零零散散传过一些传闻，比如一个北方来打工的装修工人，他根本不会讲粤语，他是刚来南方的干活干一半，突然浑身触电，鬼上身了，唱起了粤语歌。那么咱们简单来分析一下，承珠楼鬼娶亲这个场面会是真的吗？我们可以说大概率是假的，和咱们之前讲过的许多都市传说一样，没有
太大的可信度。故事中说的是，好多附近居民那晚都目睹到了鬼迎亲队伍。可我翻了网上很多广州网友的讨论啊，他们都是听说的啊，从小听别人讲的这个故事，没有谁家大人亲戚真的看到过这个所谓鬼迎亲的一幕。而且后来有识之士曾经考证，当时是大公报等媒体对成珠楼火灾进行了报道，报纸中只提到8名遇难者中有1名女子戴着结婚戒指，疑似是新娘。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详细的关于死者的报道。所以，到底是不是正在举行婚宴，死的到底是不是新娘，这些都无从考证啊，就只有戒指这一个线索。所以我认为后面的鬼娶亲事件大概率是有人看了报纸中死者疑似新娘这句话而编出的一整套鬼故事，最后在民间一传十，十传百，盛传开来。就像咱们之前讲的中国台湾高雄鬼楼火灾，还有日本大阪难波千日前百货的火灾一样啊，也是传出过一些灵异故事，但均查无实据。再说说成珠楼的后续，1985年的火灾后，历经5年的装修，1990年它再次开业。可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州的商业百花齐放，成珠楼这个老字号的招牌江河日下，最终在2006年结束了自己200多年的历史，只剩下一个卖小凤饼的店铺了。成珠茶楼也和这个鬼娶亲的故事一道，永久成为了历史，也成为了广州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有些灵异事件虽然是假的，但它给看过的人留下的心理阴影却是实打实存在的。比如某书上一位小姐姐，当然我经过了她的允许，她看完了成珠楼的故事之后，做了一个噩梦。她在夜晚梦见自己准备去客厅睡觉，走到自家客厅之后，突然发现窗子外面是成珠楼。他看见成珠楼上面有2个小孩在玩耍，穿的是古代那种衣服。此时他看见成珠楼下一个巷子里走出一顶轿子，4个轿夫抬着，每名轿夫都身穿黑色衣服，戴着地主帽。他们抬着轿子穿过小巷，走到我的玻璃窗外，我被吓得用被子盖住头，不敢往外看。此时他们中的一个人丢给我一个清代僵尸的小人儿，之后他们往我卧室方向去了，嘴里还说着一会儿来接你，然后他们就不见了。此时我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打扮的有点像个道士，问我你拿这个小僵尸干嘛？赶紧扔了。然后我就吓醒了。这位博主小姐姐说自己之前刷到过成珠楼的故事，加之图片中成珠楼那一片的样貌和自家现在小区有些相似，所以做了这个噩梦。好，广东的故事讲完了，接下来再给大家讲广东一江之隔的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都市传说——九龙城鬼妈妈煮饭事件。今年4月咱们聊过香港潮涌记茶餐厅鬼订餐事件。什么名字？怎么会有名字？就是那期，最后得出结论是天涯网友写的段子。那么今天这个鬼妈妈煮饭的事件呢，它是这样的。熟悉香港历史或者喜欢香港电影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九龙城寨它是香港当年一个规模超级巨大、鱼蛇混杂、三教九流什么的人都有的巨大的贫民窟。直到1993年，九龙城寨才被拆除。如今我们只能从一些电影中一窥当年九龙城寨的样貌，比如近些年的电影《追龙》。相传80年代初，九龙城寨中突然传来刺鼻的恶臭味。事实上，九龙城寨中屎尿横流，卫生条件很差，有点恶臭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近来这些天的恶臭味让人们觉得有些不同，就连习惯了恶臭的居民们也觉得难以忍受。居民们确定是从4楼的一户人家中传出的味道，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报警了。警员来到门外，咚咚敲门，敲了许久也无人应答。就在此时，在场警员们突然闻到在冲天的恶臭中居然夹杂着一股饭香味，是腊肠煲仔饭的味道。难不成是臭过劲儿了引起的幻觉？可几名警员一致确定就是做饭的味道。既然是做饭，那就一定有人继续敲了很久，终于开门了。眼前是一个6、7岁大的小姑娘，没想到屋内瞬间传来滔天的恶臭，一名警员当场没忍住就吐了。警员问小朋友：“你家大人呢？”小朋友说：“我妈妈身体不舒服，在屋里休息。”警员打开房门后，发现一个全身发黑、死亡多时的女尸躺在地上，地上流着浓浓的尸水，
场面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此时屋里居然还有一名小女孩在淡定地做功课。警员问：你这是在干嘛？这名小女孩说：“我妈妈不舒服，给我俩做了饭，让我俩吃完赶紧去学校。”警员在厨房看见了腊肠蒸饭，问两位小孩子谁做的。两位小孩异口同声地说：“是刚刚妈妈做的。”孩子说：“刚刚妈妈正在给我们做饭。”不一会儿，你们敲门声就响了。这栋居民楼里传出臭味已经有1个月了，而眼前这名死者高度腐化，一看就死亡很久了。刚刚在给2个孩子煮饭的这个妈妈会是谁？以上就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九龙城妈妈煮饭传说。至于真假呀，随着九龙城寨也一同成为历史。有人说是这2个孩子母亲病故后，执念并没有散去，而是一直坚持着照顾2个孩子，生怕自己撒手人寰，2个孩子成为孤儿饿死。这执念让他又在房间中多生活了1个月。这么一说啊，这个鬼故事啊，居然还突然有点温馨。还有人认为是2个孩子内心不愿承认妈妈死了这个事实啊，其实一直都是年纪稍大点那个姐姐做饭照顾的妹妹。2个孩子相依为命了1个月，长期的心理压抑给自己编了个妈妈还在照顾我们的幻觉等等。好，香港九龙城寨的讲完了，粤港澳，那咱也不能把这个澳门落下。说到澳门啊，因为澳门啊非常小，因此历史上发生的离奇事件和凶案相对较少啊。最有名的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八仙饭店灭门案了。那么除了八仙饭店之外呢，能拿得出手的都市传说，也就是大三巴牌坊。大家好，我是邓肯，今天来到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是澳门最著名的建筑和旅游景点，初次看去啊就觉得有点奇怪。正常咱们说牌坊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大三巴这个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牌坊。没错，事实上这里从前曾是天主教的圣保禄教堂，始建于1602年。1835年一场大火给教堂烧的只剩下这面墙壁了，才成为现在的大三巴牌坊。那么大三巴牌坊的都市传说从何而来呢？相传天主教早年随着侵略者进入澳门，当地居民对其非常抵触，当地百姓经常去教堂捣乱，甚至打砸、攻击神父等工作人员。时间长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教堂在一次重建时就秘密修建了几条密道，留作未来再有民间暴动时神父们逃生用的。有一条密道是直通附近一户住宅里的。当然这里说一句因为历史原因，大三巴下面本身就埋着许多人的骨骸，就给人以压迫感、压抑感。相传许多年后，一户香港逃难来的人家恰好租住在了这户有地道连接的住宅里。这家有一个6岁男孩，搬进来后不久，奶奶发现孙子不喜欢出去玩，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自言自语动不动还传来嬉笑声。有一次奶奶开门，正好撞见孙子趴在地上。奶奶问：“你在干嘛呢？”孙子说：“有个伯伯给我讲故事呢。”奶奶霎时吓得脸都绿了，房间里哪有什么伯伯呀？时间长了，孩子越来越奇怪，引起了家人的警觉。最后家人们发现这个房间里居然有一条密道，一开始比较狭小，往里走着越来越开阔。没想到此时孩子说话了：“伯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啊？”此时一个半透明状的神父突然出现在一家人面前，对着孩子的爸爸在微笑。之后瞬间神父啪嗒化作一滩白骨倒在了地上，人们这才知道大三巴密道的故事。后来在大三巴牌坊的后面也被有关方面改造成了一座坟场纳骨堂，而大三巴的几条密道也因安全等问题被彻底封死，外人无法进入了。除此之外在大三巴旁边还有2条小巷，也有着一些传说。一条叫长楼斜巷，民间传说在19世纪殖民者统治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卖到
澳门当地来当猪仔，也就是签了卖身契的奴隶。而长楼斜巷这里经营着许多猪仔馆，也就是奴隶们白天干活，晚上要被关到笼子里来休息，怕他们跑掉。而有一天晚上，长楼斜巷发生火灾，无数猪仔就在笼中被活活烧死。此后的许多年，一到晚上，路过这里的人就会听到一阵又一阵的鬼哭狼嚎，就像火灾那晚一样。当然，这都是100-200年前的都市传说了，和今天早已回归祖国的澳门呢不是一回事儿。除了这个长楼斜巷，不远处还有一条大关斜巷。大家好，这里就是大关斜巷啊。听说这个体型肥胖的人呢尽量不要来这里晃悠。为什么说胖子来这里危险呢？这也和早年的都市传说相关相传抗日时期的澳门虽然没有像香港一样被日本人占领，但因为香港逃难来的居民太多，导致澳门出现了粮荒，许多人饿了肚子。相传一天，一位身材肥胖的阿婆走进这座小巷，却没有从另一头走出来，从此人间蒸发，音信全无。不久后，澳门坊间传说这位老太太在巷子里被人杀掉了，因为她身材肥胖，当时正值饥荒，凶手把她的肥肉切成条拿到市场上售卖了。于是这条大关斜巷便有了食人巷的称号。附近居民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都不许自家孩子从这座巷子中穿行。以上就是澳门的3个除了八仙饭店之外最有名的传说了。当然这都是100、10年前的事情了。你去问澳门现在本地的年轻人，可能许多人都没听过这么老土的故事了，大家听一乐就好。那么粤港澳3地的都市传说讲完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把台湾带上？两岸四地，咱不能把台湾落下。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台湾本月初发生的一起真实又荒诞的恐怖事件。今年12月8号，据台湾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云林县一户人家发生了十分恐怖的事件。一位29岁的陈姓男子去参加庙会和一些宗教活动，回来后变得举止怪异，多日不吃不喝，且送医后未见改善，于是家人认为他卡到阴了。卡到阴是台湾民间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咱们大陆说的鬼上身。这里给大家道个歉，三毛那期把关落阴说成落观音了。确实大陆和台湾之间一些民间俗语有些不同，容易弄错。家人认为他鬼上身，卡到阴之后，不知从哪儿听说的说把手伸进他的嘴里，只要掏光他的口水就能驱魔成功，让鬼离去。之后父母和弟弟3人把陈某拉到自家神像前，控制住头部和四肢，把手伸进他嘴里掏掏，使劲往里伸。没想到鬼没掏走，人先走了。后来母亲向警方供述，他们把手伸进儿子口中30分钟，最后导致他窒息而死。最后一家3人被云林地检署以杀人等罪名羁押。法医判断，正常物体堵住气管5分钟内人就会死亡，而手部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不会完全堵死，所以陈姓男子应该是食道迷走神经被刺激，半昏迷下无法反抗，最后经过30分钟的折磨，掏窒息而死，被自己的亲爹亲妈杀害了。悲剧就这样在愚昧封建迷信下发生了。荒唐看完了这则新闻，真觉得荒唐，比前面3个都市传说加一块都令人感到可怕。所以说还是要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谢谢大家，今天两岸4地的故事讲完了让大家久等了，咱们下期见。粘人的月月干嘛老缠着爸爸，不让爸爸睡觉，自己白天睡觉，晚上休息晚上跑酷不休息也不让爸爸休息。难不成爸爸也跑酷吗？月月你推倒。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星球大战中的著名角色达斯维达的亲戚，达斯月月。打死月月，你打死月月。